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，马尔代夫才刚刚晚上9点。为了营造更好的新年氛围，伯纳德·埃尔诺花重金采购了许多烟花，专门让人用船带到海湾上燃放。五颜六色的烟花自海边升腾而起，直冲云霄，在半空之中炸裂开来，迸发出璀璨夺目的花火，同时又被波光粼粼的海边映射。这海天一色的美景让人沉迷其中。萧初然看着窗外海边的烟花，出神的喃喃道：好久好久没看到这么漂亮的烟花了。马兰一边掏出手机拍摄，一边唠叨着感叹：谁说不是呢？市区竟然禁放这么多年，我都快忘了烟花是什么东西了。真好看啊，尤其是离得这么近，还是在海上放。萧长坤瞳孔映衬着缩小无数倍的烟花，脸上的褶子都堆叠出了幸福的起伏和曲线。他微笑感慨，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放炮。那时候我们家庭条件不错，有2个小钱儿。过年的时候，我总是把所有压岁钱都拿来买各种炮仗，每天都有一大堆孩子追在我后面，有时候给他们1、2颗摔炮和擦炮，他们就开心得不得了，还一起推举我当他们的大司令。马兰不懂他内心的怀旧与感慨，只是有些讥讽地调侃道：切，有萧长乾在，你还能当得了大司令？那大司令不得是你哥的？萧长坤摆摆手，随口道：那不是，你不懂，我们俩差着岁数呢，不在一个队伍里。他在他的队伍里当大司令，我在我的队伍里当大司令。马兰嗑着瓜子，笑着问：就你哥那个小心思，他们想过要把你的队伍收编了？萧长坤一拍大腿：嘿，你还真别说，他一直惦记着收编我的队伍，只是我没答应，为这个还没少挨他揍呢。我就说吧。马兰哼哼道：萧长乾那种货，一看打小就是个孬货，老惦记着占别人的便宜。萧长坤点点头，感叹：他这个人啊，从小就被我妈宠坏了，不管是他的不是他的，他都想要。马兰好奇道：哎，你说也奇怪啊，人家家里都疼小的，你妈怎么就对你大哥偏心呢？萧长坤苦笑2声道：我打小没我哥听话，我哥比我聪明，会讨我妈喜欢。再说这家里哪有谁真能一碗水端平的，那边高一点儿，这边就低一点儿，也正常。马兰故意揶揄他：你哥是打小就孬坏，你是打小就窝囊，你俩倒是互补。萧长坤没在意他的调侃，只是忽然有些感叹地说：哎，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年怎么过得咋样。马兰有些生气：哟，你现在还惦记着他们呢，真有闲工夫。这话怎么说的？萧长坤瓮声瓮气地嘟囔道：怎么说也是血亲，就算不相往来了，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惦记的。钱红艳前段时间还能挣点儿钱，让你这么一霍霍，现在怕是也没什么收入了。马兰不服气地说：那是他活该，谁让他净整那些骗人的玩意儿，我曝光他那是为社会做贡献。萧长坤叹了口气：10个网红9个骗，也不差他一个，他赚钱了，我妈也能跟着过几天好日子。马兰冷哼道：就他还想过好日子，老天爷磨磨唧唧到现在还不收他，已经是便宜他了，老东西早就该死，你爸走的时候就该把他也捎带着一起弄走得了。萧长坤有些愠怒，涨红着脸说：我妈她年岁也大了，还能有几天可活啊，你就不能留点口德？萧初然此刻心里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不自觉地想起叶晨的妈妈安承熙，那可是许多华人为她出书立传的杰出女性。再看自己的妈妈，虽说自己并不嫌弃她，可自从在得知叶晨真实身份之后，自己总是控制不住要进行比较，无法名状的羞耻感让萧初然感觉眼睑发烫。他看向马兰，不由得叹息：妈，差不多行了，咱们跟奶奶大伯他们分家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有什么仇让你恨成这样啊？大过年的还要咒人家死。马兰不知女儿此时的状态与以往有所不同，还以为她只是例行的唠叨自己2句，没有任何攻击力，于是便不屑地冷声说道：
我咒他死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没亲手打死那个老不死的东西，就已经算是十足的好人了。但凡换个手黑的，你奶奶早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说不定某一期的今日说法讲的就是他遇害的故事。说完，又冷笑着讥讽道：“我说句心里话，萧家也就你爷爷算是个好人。早几年我还埋怨他硬把好女婿塞给你，现在看他应该也是为了你好，不然咱们日子也不能过得这么红火。按理说他应该多活几年，换你奶奶早点死了算了。哎，真是好人不长命，祸害活千年。”马兰素来爱逞口舌之快，肆无忌惮的宣泄，会给他带来强烈的快感。这么多年，他在外受了欺负，基本全靠在家宣泄来弥补情绪，有时也会产生那种故意与人对着干的心态。就比如现在，其实他不过就是随口讽刺挖苦两句萧老太太，但萧长坤和萧初然都有点指责他的味道，他心里就难免火大，所以就有了一种哎呦我骂那老不死的两句过过嘴瘾，你们俩竟然还敢跟我唱反调，那我还就偏要往死里吗？这种情绪一上头，他说话便如机关枪一样，不停地宣泄。妈的，老东西这些年可没少欺负我，我腿也是那个老不死的给我砸断的。他哪天要是真死了，我肯定要买2万块钱鞭炮好好庆祝。庆祝，就算是城区禁放鞭炮我也要放，抓我进看守所关几天我也要放，我就是要让那老不死的死了都不得安宁。一向温顺的萧初然忽然站起身来，猛地一拍桌子，脱口道：“够了！”这突然而来的举动，不但把萧长坤和马兰吓了一跳，也把周围不少客人吓了一跳。萧初然情绪失控，不顾周围人诧异的眼光，起身便快步走了出去。叶晨见此，赶紧迈步跟上，只听马兰在后面嘴硬：“这孩子，胳膊肘竟往外拐，一点都不向着我。”萧初然夺门而出的那一刻，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个不停。叶晨追上来，见他泪流满面的样子，赶紧关切地问他：“老婆，怎么了？”萧初然摇摇头，倔强地说：“没事，我没事。”叶晨察觉到不对，连忙问他：“怎么哭了啊？”“妈这个人就这样，说实话我都习惯了，你这么多年应该更早习惯了。”萧初然控制不住，有些情绪崩溃地哭着说：“我就是不想他一辈子都这样啊，我只是希望让他进步一点，变好一点，不要一直那么破罐子破摔。为什么他就是做不到啊？从小到大，快30年了，他一直都是这样。这么多年，他吃过那么多的亏，但他从来没有真正吸取过经验教训。这么多年，他也从来没有改过自己的毛病和问题，永远是责怪别人，永远是别人对不起他。你知道这么多年来，我唯一从他身上看到的进步是什么吗？”叶晨尴尬地摇摇头，问：“是什么？”萧初然哭着大吼说：“是对你的态度。这么多年，他唯一进步的事情，就是对你的态度变好了，其他的，完全看不出任何改变和进步。”叶晨宽慰道：“就算只看到这一点进步，起码也算是进步了吗？那你就不能全盘否定他这么多年没有任何进步，对不对？”萧初然一下子泣不成声，哽咽道：“是有了这一点点的进步，可是我知道，这根本不是他在变好，是你在变好啊。”说着，他抬起头，通红的眼睛看着叶晨，泪水止不住的流，哽咽道：“是你的能力越来越强，是你的人脉越来越广，是你赚的钱越来越多，所以他才一口一个好女婿的叫你，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嘲讽你、辱骂你。归根结底，他还是那个他，是那个亘古不变的他啊。”这一刻，萧初然的情绪彻底崩溃，蹲在地上，将脸埋在臂弯，哭得浑身颤抖。叶晨不懂，总觉得萧初然不该这么敏感。人都说虱子多了不痒，自己被马兰咬了5、6年，就已经咬得完全免疫了。萧初然与他一起生活30年，为什么会忽然失去理智？所以他推测，萧初然的状态明显有问题，忽然间的失控似乎不全与马兰有关，
可是究竟还有什么原因，他也想不明白。生活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它就像是一道残缺了关键条件的数学题，你知道不对劲，但又算不出究竟哪里不对，猜不出正确的解题方式和答案。萧初然的痛苦是多方叠加的，有多年积攒的压抑，也有无法明说的苦楚，甚至还有无处倾诉的痛苦。想到再有1个月，自己就要从叶晨的世界里消失，他心里便更加痛苦。在这一刻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。